林园，这份会议记录还是有问题，标点符号都用不对吗？郭局长将文件重重摔在桌上，眉头紧锁。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郭局长，我马上修改。我低声回答，强忍着疲惫。算了，明早8点前放我桌上。郭局长起身离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那份文件。此时，走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请问林园在哪间办公室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城市规划局的办公大楼干净明亮，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，给人一种透明公正的错觉。但只有我知道，在这透明的表象下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。作为郭海涛局长的秘书，我已经煎熬了整整1年零4个月。每天早上7点半，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，为郭局长准备当天需要的所有材料、会议记录和各种文件。无论我怎样努力，郭局长总能找出问题，从文件的装订方式到会议记录的字体大小，他似乎有一双只为挑剔而生的眼睛。林园，规划局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进的地方，你能从农村考到城里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带着乡下的粗糙作风工作，细节决定成败，明白吗？郭局长常常这样教育我，言语间总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。我咬着牙点头，明白，郭局长，我会改进的。虽然我已经毕业5年，大学期间还获得过优秀毕业生称号，但在郭局长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需要教育的农村姑娘。林园，你又叹气，觉得委屈。要知道，能在我手下锻炼是多少人求不来的机会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郭局长看到我略显疲惫的表情，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。我赶紧收起情绪，不敢，郭局长，我只是在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对我的处境心知肚明。午休时间，技术部门的张德明主任经常劝我，林园，你完全可以申请调到我们技术部门，你的专业背景很适合做规划工作，何必要受这份罪？我摇摇头，苦笑道，谢谢张主任，但秘书这个岗位能接触到更全面的工作，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。事实上，我心里清楚，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，能进入城市规划局这样的核心部门已经十分不易。虽然郭局长苛刻的近乎刻薄，但这份工作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给了我一份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收入。每当我被批评的几乎崩溃时，副局长黄静总会适时的出现，递给我一杯热茶，轻声安慰，别太在意。郭局长对谁都这样，他只是太追求完美了。黄静比郭局长小几岁，处事圆滑，待人温和，是办公室里少有的温暖存在。他曾经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郭局长手下的秘书，你是坚持最久的一个，以前的几位撑不过半年就调走了。这样的话本应让我感到一丝安慰，但更多的是压力。我不禁怀疑，是不是我太软弱，不敢反抗，才会一直忍受这样的对待。晚上7点，大部分同事已经下班，我还在整理着郭局长交代的材料。办公室的灯一盏一盏熄灭，最后只剩下我这一处亮光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是丈夫蒋峰的第3个未接来电。我叹了口气，回拨过去，圆圆，还不回来吗？电话那头，蒋峰的声音里带着担忧，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。
我望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，勉强露出一个自己都看不见的微笑。别太累了，我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，热着等你。蒋峰温柔地说。挂断电话，我感到一阵愧疚。结婚2年，我似乎越来越少地分享工作中的委屈。起初，我会向蒋峰诉说郭局长的苛刻，但看到他眉头紧锁的样子，我选择了沉默。夜色渐深，我终于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，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办公室。保安老黎已经习惯了我的加班常客身份，见到我只是点点头。林秘书，又是最后一个走啊？我勉强笑笑，习惯了。老李叔，你也辛苦了。回到家，蒋峰已经睡着了，餐桌上的菜早已凉透，但仍然盖着保鲜膜。我轻手轻脚地收拾好，冲了个热水澡，躺在蒋峰身边。他似乎感应到我的存在，迷迷糊糊地伸手搂住我。回来了，吃了吗？吃过了。我撒了个小谎，不想让他担心。他嘟囔着什么，又沉沉睡去。我望着天花板，思绪万千。这样的生活究竟还要持续多久？郭局长的教育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或者，我是不是应该像张德明说的那样，申请调离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也慢慢进入梦乡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挑战，新的教育。周六的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，我和蒋峰难得可以一起赖床。他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声音温柔：圆圆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茫然地眨眨眼睛，大脑快速搜索着可能的纪念日。我们结婚2周年纪念日。他笑着说，我已经订好了晚上的餐厅，江景房，你最喜欢的那家法式餐厅。我惊喜地坐起身。真的吗？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。蒋峰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。工作太忙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记得就好。今天晚上7点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幸福来得如此突然，我感到一丝久违的轻松。正当我们准备起床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屏幕上显示着郭局长3个字。我的心立刻沉了下去。林秘书，今晚有个重要的饭局，北海开发商王总来城里考察，我需要你陪同整理会议记录。晚上6点，凯悦酒店。郭局长的语气不容拒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郭局长，今天是周末，而且我有一个重要的家庭聚会。电话那头传来郭局长不悦的声音：李秘书，你是知道这个项目对我们规划局有多重要的，如果连这点牺牲都不愿意做，那我只能考虑是不是找一个更敬业的秘书了。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。我明白了，郭局长，我会准时到的。挂断电话，蒋峰已经起床，站在卧室门口，显然听到了全部对话。他的表情有些失落，但很快调整过来。工作重要，我们可以改天再庆祝。蒋峰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内疚地说。他摇摇头，强作笑容。没关系，我理解。规划局的工作确实重要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可以推迟，又不会跑掉。尽管蒋峰这样说，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眼中的失望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因为工作，我错过了太多与蒋峰共度的时光。他总是理解，总是包容，但我知道每个人的耐心都有限度。下午，我提前来到办公室，准备晚上会议需要的材料。郭局长对晚上的饭局格外重视，不断强调要做好记录，特别是关于城南开发区的讨论。这个项目关系到今年的政绩考核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
郭局长反复叮嘱，我点头应下，心里却想着蒋峰孤单一人过结婚纪念日的场景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。午后的办公室渐渐安静下来，大部分同事都去了会议室参加部门例会，只剩我一个人在整理文件。突然，郭局长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，径直朝我走来。林秘书，那份城南开发区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他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比平时低沉，已经完成了一半。郭局长，我继续低头整理文件，却感觉他靠得太近，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烟草和酒气。你知道吗，林源？郭局长突然用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你是我见过最能干的秘书。他的手指开始不自然地移动，沿着我的肩膀向下，我浑身僵硬，不敢相信这一切正在发生。郭局长，请您自重。我试图站起来，但他的手加重了力道。林秘书，你不用紧张。郭局长俯下身，在我耳边低语，我们规划局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我很欣赏你的能力，如果你能更配合一点，你在规划局的前途会更加光明。我的心跳加速，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。正当我不知如何应对时，黄静副局长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：郭局长，市长办公室来电话，说有紧急事情需要您立即过去。黄静快步走进来，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看到了一切。郭局长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站直身体，整理了一下领带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临走前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林秘书，我们之后再讨论城南项目的细节。郭局长离开后，黄静关上门，走到我身边。林源，你还好吗？泪水在我眼眶中打转，但我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。黄副局长，谢谢您。不用谢我。黄静轻声说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以前的几个秘书，有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的。我震惊地望着他，那您为什么不举报他？黄静苦笑，证据呢？而且他在系统内人脉很广，前几年有个女孩试过，结果不仅投诉无效，还被各种刁难，最后不得不辞职。他拍拍我的手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量保护你。从那天起，郭局长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，他开始对我的工作吹毛求疵，故意安排更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甚至在众人面前讽刺我的农村出身。林秘书，你这种乡下来的，可能对城市规划的精细度理解不够。他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公开羞辱我，也许该考虑是否适合这个岗位了。黄静尽力在一些场合为我说话，但这反而让郭局长对我的刁难更加变本加厉。他开始要求我加班到更晚，周末也不放过，甚至指派我一些明显超出秘书职责范围的杂物。林源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黄静私下对我说，但如果你能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我正在联系几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人。郭局长不会永远这么嚣张的。我强撑着点点头，心里却开始考虑是否真的应该离开这个地方。每天晚上回到家，看着蒋峰关切的眼神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痛苦。晚上6点，我准时到达凯悦酒店。郭局长已经在包厢里与几位开发商交谈甚欢，看到我进来，他招手示意我坐在他旁边，负责记录和传递文件。席间，郭局长与开发商谈笑风生，气氛热烈。我安静地坐在一旁，记录着谈话内容，同时为郭局长递茶倒酒。
夜色渐深，饭局毫无结束的迹象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9点多了。蒋峰应该早已在家等待多时。林秘书，再给王总倒杯酒。郭局长吩咐道。我机械地执行着指令，心思却早已飞回家中。直到将近11点，饭局才终于结束。郭局长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今晚辛苦了，明天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发给我。”我点点头，强忍着疲惫：“好的，郭局长。”回到家，屋子里一片寂静，餐桌上摆着2个盘子，一支未点燃的蜡烛，还有一瓶已经开启但几乎没怎么动过的红酒。我的心一阵绞痛，轻轻走进卧室，发现蒋峰已经睡着了。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礼物，是一条精致的银项链，吊坠是2个交织在一起的心形，盒子里还附着一张卡片：愿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，无论相隔多远，爱你的蒋峰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轻轻抚摸着蒋峰的脸庞，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他似乎感应到了我的存在，微微翻身，却没有醒来。第2天清晨，我醒来时，蒋峰已经不在身边，餐桌上只留下一张纸条：有紧急案件，先去单位了，记得按时吃饭，爱你。简短的字条背后是多少无法言说的失望和妥协。我把纸条贴在冰箱上，匆匆吃了几口昨晚剩下的菜，赶往办公室。到了规划局，我立刻开始整理昨晚的会议记录。郭局长很快就来到办公室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当我把整理好的会议记录递给他时，他只是皱着眉头浏览了一遍。这个记录太简略了。王总提到的城南开发区规划调整意见在哪里？郭局长，王总昨晚并没有具体提到规划调整，他只是表达了对现有方案的一些看法。我如实回答。郭局长的脸色立刻变得不悦。怎么可能没有？你是不是没有认真记录？这个城南开发区项目可是今年的重点工程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坚持己见。郭局长，我记录得很详细，王总确实没有提出具体的调整意见。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。郭局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突然笑了。林秘书，看来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信心啊。那好，现在我要你重新准备一份城南开发区的规划方案，按照昨晚王总的意见进行修改，下午3点前交到我桌上。我愣住了，没有但是。郭局长打断我，这是对你专业能力的考验，如果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那么也许你真的不适合继续担任我的秘书。看着郭局长离去的背影，我感到一阵无力。我明明记得很清楚，王总昨晚根本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郭局长这是在强人所难，但我没有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始重新审视城南开发区的规划方案，试图猜测郭局长可能想要的修改方向。中午时分，手机响起，是蒋峰的来电：圆圆，今天中午有空一起吃饭吗？我想去看看你。蒋峰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，让我心头一暖。我看了看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和仍未完成的规划方案修改，咬了咬嘴唇，今天恐怕不行。郭局长要求下午3点前完成一份紧急方案，我可能没时间吃午饭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这样啊，那我下午直接去你办公室找你吧，带点吃的给你。我犹豫了，这会不会不太方便？怎么会？蒋峰笑道，
我只是去看看我妻子的工作环境，顺便给她送个午餐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想到蒋峰可能会见到郭局长，我有些担忧，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。那好吧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好好工作。我大概2点半左右到。蒋峰说完便挂断了电话，放下手机。我继续埋头于城南开发区的规划方案中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我的注意力却无法完全集中。蒋峰从未来过我的办公室，不知道他与郭局长见面会是什么场景。下午2点45分，我终于完成了规划方案的修改。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，但我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郭局长喜好的了解，进行了一些调整。拿着修改好的方案，我轻轻敲响了郭局长办公室的门。进来。郭局长的声音传出。我走进办公室，将方案递给郭局长。郭局长，城南开发区规划方案的修改版已经完成了。郭局长接过方案，仔细阅读起来，他的表情从严肃逐渐变得柔和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有所进步，不过这里的绿化带规划还是不够合理，应该向东延伸，与住宅区形成更好的缓冲。我正准备解释我的考虑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轻轻敲响，敲门声在郭局长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脆。我和郭局长同时望向门口，只见门慢慢被推开，一个身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那里，正是我的丈夫蒋峰。打扰了，请问林园在这里吗？蒋峰彬彬有礼地问道，目光在我和郭局长之间扫过。我惊讶地看着丈夫的出现，一时不知如何反应。让我震惊的是，郭局长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，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恐惧。蒋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赶紧走到丈夫身边，试图缓解突然紧张的气氛。蒋峰举起手中的袋子，给你带了午餐，怕你饿着。他的语气温和，但眼神却异常锐利，似乎在审视着什么。我转向郭局长，礼貌地介绍，郭局长，这是我丈夫蒋峰。郭局长僵硬地点了点头，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原来是林秘书的丈夫，久仰久仰。蒋峰微笑着向郭局长伸出手，郭局长好，听圆圆说起过您，工作非常认真负责。郭局长迟疑了一瞬，才伸手与蒋峰握了握。蒋先生过奖了，林秘书是个很优秀的员工，我们都很欣赏他。我惊讶地看着郭局长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对我的赞赏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额头上竟然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这在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异常。不好意思打扰您工作了，蒋峰客气地说，我只是来给圆圆送午餐，她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。郭局长突然站起身，匆忙地收拾桌上的文件。没关系，我们刚好谈完了。林秘书辛苦了一上午，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他看了看手表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林秘书，你的修改意见很好，我会考虑的。剩下的事情明天再说。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郭局长竟然主动提前结束了工作，还认可了我的方案，这与他平日里的作风完全不同。谢谢郭局长，我机械地回答，仍然沉浸在震惊中。郭局长快步走到门口，转身对蒋峰点了点头。蒋先生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先去参加一个会议，你们慢慢聊。说完，郭局长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，留下我和蒋峰面面相觑。这就是你的郭局长？蒋峰看着郭局长匆忙离去的背影，
若有所思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仍然不解。是的，不过他今天表现得很奇怪，平时他不会这么早结束工作，更不会这么客气。蒋峰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可能他突然想起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吧。我带着蒋峰来到我的办公位置，打开他带来的午餐盒，香气扑鼻的炒饭和几样小菜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确实饿了。你经常这样忙到没时间吃饭吗？蒋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眉头微皱。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不想让他担心。郭局长对你怎么样？蒋峰突然问道。我刚才看他对你很严厉的样子。我放下筷子，犹豫了一下。还好，他对每个人都这样，是个完美主义者，要求很高。蒋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你知道吗？他刚才看到我时，反应很奇怪，是吗？我装作不经意地问。可能是因为你突然出现，他没有心理准备吧。蒋峰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环顾了一下我的办公环境。你在这里工作的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同事们都很友善，工作虽然忙但很充实。我回答道，心里却在想郭局长反常的表现。吃完午饭，蒋峰离开了，在电梯口，他忽然问我，圆圆，如果你发现周围的事情不对劲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吗？我被他严肃的语气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没什么。蒋峰轻轻捏了捏我的手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目送蒋峰离开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发现同事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。行政科的小李称赞蒋峰帅气，我只是笑笑，没多说什么，心里却在想郭局长见到蒋峰时那奇怪的反应，那种瞬间的恐惧和紧张，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正常反应。下午，郭局长意外的没有回来，所有文件都转给了黄静副局长处理。我准时下班回家，发现蒋峰已在厨房忙碌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用加班吗？蒋峰惊讶地问。我解释，郭局长下午没再回办公室，很多工作都交给了黄副局长。忍不住问道，蒋峰，你认识郭局长吗？我总觉得他看到你时的反应很奇怪。蒋峰的刀停顿了一下，见过几次，公务场合，规划局的工作经常要与纪委有所交集。晚餐时，蒋峰提议下周六重新安排结婚纪念日晚餐，并神秘地说，我相信这次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。第二天，郭局长态度发生180度转变，不再动辄批评，反而开始询问我的专业意见，甚至关心我是否需要休息。这种变化让同事们都感到惊讶。中午，黄静副局长问我丈夫的情况，得知他是纪委监察室主任后，若有所思。他告诉我，郭局长最近回避与纪委有关的会议，还在慌张地销毁城南开发区项目的相关文件。林源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要小心，你丈夫在纪委工作，如果郭局长真的有问题，你夹在中间会很为难。我默默点头，内心掀起波澜。城南开发区项目牵涉巨额资金和多方利益，郭局长却在销毁相关文件，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下午，郭局长把我叫进办公室，以前所未有的和蔼态度提出要推荐我担任办公室主任。这个仅次于副局长的重要职位会带来大幅提升的薪水和待遇，对我的职业发展有巨大影响。但这提议来得太突然，让我警惕起来。郭局长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。他打断我，
你的能力我很清楚，这么久以来，我对你严厉是为了培养你。现在你已准备好了。”又补充道：“薪资会大幅提升，对你和丈夫买房子应该有很大帮助。”提议确实诱人。我和蒋峰一直在为买更大的房子存钱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切太过蹊跷。郭局长见过蒋峰后态度反常，加上近期的异常行为，让我不敢轻易接受。我谨慎回答：“需要考虑。”郭局长勉强同意，但暗示机会不会长存。晚上回家，蒋峰已做好晚餐，我坦白了郭局长的提拔意图。蒋峰表情立刻变得严肃：“圆圆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”蒋峰深吸一口气，纪委正在调查郭局长，城南开发区项目存在严重贪腐问题，他涉嫌在规划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。我去办公室部分是为了观察他的反应。我震惊地问：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蒋峰解释，不想让我卷入其中，处于两难境地，也是为保护我的安全，所以他提拔我是想收买我的忠诚，或试探我是否知情。蒋峰建议我接受提拔，避免引起怀疑，但不要表现出知道调查的事情。我意识到他希望我帮忙收集证据，虽然犹豫，但想起郭局长的苛刻、傲慢以及轻视我农村背景的言行，我决定协助调查。我会帮你，但需要知道如何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收集证据。蒋峰如释重负，紧紧抱住我。我会教你一些基本调查技巧，也会关注你的安全，有任何危险迹象，立刻终止行动。当晚，我们制定了详细计划。我将接受提拔，同时留意城南开发区项目的可疑信息。躺在床上，我难以入睡，从未想过会卷入这样的事件，更没想到一直敬畏的上司竟是贪腐分子。不知道未来会如何，但我知道必须勇敢面对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次日，我带着复杂心情返回办公室。郭局长眼中闪过期待：“李秘书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我装作兴奋：“郭局长，非常感谢您的信任，我已经和家人商量过，决定接受这个职位。”郭局长明显松了口气：“太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参与更多核心工作了。”作为即将上任的办公室主任，我有理由接触更多文件和会议，这给了我收集信息的良机。我很快发现郭局长与几家开发商关系非同一般，尤其与北海地产的王总私下频繁会面，这些从不记录在公务日程上。一天整理文件时，我发现一份机密文件夹，确保无人后，我翻阅了内容。城南开发区原本规划为公共绿地的区域被改为商业用地，恰好使北海地产获得巨大利益。文件上有郭局长签字，但日期和流程存在明显问题。我偷拍了关键页面，当晚告诉了蒋峰，这是重要证据。蒋峰认真查看，但还不够。我们需要证明郭局长收受了贿赂。他最近经常去凯悦酒店见王总。我说，每次会面后都带回一个黑色公文包。3天后，郭局长安排在凯悦酒店与投资方见面。会上，王总表示对规划修改非常满意。会议结束时，递给郭局长一个黑色公文包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。回办公室路上，郭局长暗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他将公文包锁进保险柜后离开。蒋峰电话让我直接去纪委办公室。他展示了王总行贿的照片，但还需要公文包作为关键证据。
我们制定计划，利用郭局长周末打高尔夫的时间取证。周六，我顺利进入办公室，打开保险柜，公文包内有现金和一份协议，显示郭局长将以低价获得高档住宅作为回报。我正拍照取证时，郭局长突然出现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脸色阴沉。我撒谎说看到保险柜没关好，但他很快发现我看了公文包内容。别忘了，你是我提拔的，这些项目你也参与了。如果我出事，你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他威胁道。就在这时，蒋峰带着纪委人员进来。郭海涛同志，纪委对你涉嫌贪污受贿案已经调查多时，现在正式通知你接受调查。郭局长脸色煞白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一直监控你的行动。蒋峰解释，你今天根本没去打高尔夫，而是秘密会见了王总，我们已经将他控制起来了。郭局长恍然大悟，原来你们夫妻联手设局。我没有设局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职人员应该做的事情。被带走前，郭局长对我说，林源，你是我带过的最能干的秘书，只可惜站错了队。我平静回答，我没有站错队，郭局长，我只是站在了正确的一方。纪委对郭局长的调查如火如荼进行，作为关键证人，我提供了大量城南开发区项目相关的文件和证据。规划局人心惶惶，黄静暂时接管局长职务，对我表示敬意。林源，你做了一件正确但非常勇敢的事。我苦笑道，说实话，我也很害怕。郭局长在规划局影响力这么大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在这里工作。当然可以，黄静坚定地说，你的专业能力和品德都是规划局需要的。上级已决定由我正式接任局长，而我希望你继续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协助我重整工作。真的吗？您不担心我会因为丈夫在纪委而导致利益冲突？蒋主任已申请调任到其他部门，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。他为了你的事业前景，主动做出了让步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蒋峰从未提起，但显然已为我们的未来做了周全考虑。一天，我被叫到纪委协助调查，会议室里坐着几位调查人员，还有郭局长。他憔悴了许多，但眼神依旧锐利。林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调查人员解释说，郭局长否认了大部分指控，声称所有决策都是集体讨论的结果。林秘书，郭局长假意亲切地说，你应该记得，城南开发区的规划方案是经过全局讨论后才确定的，我只是按照程序签字而已，对吧？郭局长，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冷静地说，城南开发区的土地用途变更是您单独决定的，并没有经过规定的讨论程序。我有完整的文件记录和会议记录可以证明。郭局长脸色铁青，你竟敢背叛我！别忘了是谁提拔你做办公室主任的。我没有背叛任何人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而且提拔我做办公室主任，是您想要收买我的沉默，不是吗？郭局长突然站起身大喊，她在撒谎，她丈夫在纪委工作，她是受丈夫指使来陷害我的，这是阴谋。我详细陈述了郭局长如何私下会见开发商，绕过正常程序修改规划方案，在文件上做手脚掩盖真相，每一项指控都有确凿证据支持。郭局长瘫坐在椅子上，临走前突然看着我，林源，我低估了你，
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听话的农村姑娘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，也勇敢得多。”走出纪委大楼，蒋峰在外面等我。圆圆，你还好吗？我靠在他肩膀上。我很好，只是有点累。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。蒋峰说，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选择妥协或退缩，但你坚持做对的事情。3天后，郭局长被正式批捕，案件引起巨大反响。我作为举报人之一，也受到关注。面对各种声音，我选择保持沉默，只专注于工作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郭局长辩护律师的邮件，说郭局长想见我一面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去见他。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郭局长已等待多时。林媛，谢谢你愿意来见我。我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这段时间我有很多时间思考，才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一直看不起你的农村出身，认为你没有城里人的聪明才智。他苦笑道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，你的专业能力和道德勇气远超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人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郭局长，我从来不需要您的认可，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离开看守所，我的心情复杂。我并不恨郭局长，也不为他的落马感到快乐。他只是一个被权力和利益诱惑的普通人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，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坚持自己的原则。蒋峰已调任到市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，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亲密，曾经的隐瞒和保留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信任和支持。下班时分，蒋峰在楼下等候，见到我露出温暖的笑容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？很好。我今天教导了新来的小秘书一些工作技巧，我猜你一定是个很好的老师，就像你是个很好的妻子，很好的办公室主任一样。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曾经的委屈和挣扎已成为过去，而我们的未来将由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书写。作为一个曾经被教育的小秘书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成长不是来自别人的苛责和打压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坚持和勇气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，而捍卫这些，有时需要面对风险，甚至牺牲。但正是这些选择，塑造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无论前方有什么，我们都将一起面对，因为我们明白，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站队，而是站在正确的一方。那里有光明，有希望，有我们共同追求的美好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